大家好，欢迎来到慢说寰宇，我是老茶。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提到了青丘山的九尾狐，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度聊聊这位家喻户晓却又神秘莫测的超级巨星。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也敬请大家点赞，并且分享给您所有的朋友哦。当我们提到九尾狐时，通常想到的都是法力高强、蛊惑人心的妖王形象，但你们知道吗？最初的九尾狐其实是纯洁与太平的象征，那么它是如何演变为今天这般千年大妖的形象呢？一切要从《山海经》开始说起，这是九尾狐在文献中第一次亮相的地方，出现在青丘山的神秘土地上。根据《山海经》的描述，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这只既可爱又略带恐怖的狐狸，拥有9条尾巴，声音如同婴儿啼哭，可以吃人，但同时人若是吃了它的肉，便能不中妖邪毒气。初期的九尾狐形象相当中性，既能是捕食者，也可能成为别人口中的佳肴，一只神奇的野兽，并非神通广大的妖精。此时的九尾狐尚未被神化或妖魔化。随着历史的推进，九尾狐的角色开始渐渐变得有趣起来。东汉时期，《说文解字》告诉我们，狐，妖兽也，鬼所成也，有3德。柔和的毛色象征中庸之道，身形前小后大，符合尊卑秩序，而且死时头朝洞穴，象征不忘本初。这些描述让九尾狐被赋予了祥瑞的象征，甚至在西汉晚期，九尾狐与玉兔、蟾蜍和3足鸟围绕着西王母，成为神圣而吉祥的存在。九尾狐的祥瑞形象不仅止于此，在《孝经》中有记载，得志鸟兽则狐九尾，这意味着当一个君主的德行足以感化鸟兽时，九尾狐就会现身，象征太平盛世和祥瑞。这样的描述使得九尾狐在东汉至西汉之间逐渐成为了一个祥瑞的象征，而这其中9这个数字也极具象征意义。因为古人认为奇数为阳，偶数为阴，9为最大的阳数，象征至高无上，而10则被认为是满盈之数，满则溢，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因此9被认为是最好的数字。比如九五之尊、九重天、九霄云外等，皆显示出9的崇高地位。因此，九尾狐的形象也与皇家和权威紧密相连。白虎通义中也提到：“必九尾者何？九非得其所，子孙繁息也。”说明九尾狐象征住皇室子嗣绵延不绝，皇权稳固。至此，九尾狐的形象一直是非常正面的，并且他的社会地位也很高。但是故事到这里可还没完。九尾狐的形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变得不太妙了。这段时间，我们开始看到一些文献中对狐狸的妖魔化描述，比如《搜神记》直接称狐是古代的淫妇，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子，化而为狐，故奇怪多自称阿子。在这里，我们的九尾狐突然被赋予了魅惑人心的能力，变成了妖的化身。甚至到了唐朝，白居易在诗中写道：“古种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描述九尾狐妖化为妇人来迷惑世人。这些描述让九尾狐的形象逐渐变得越来越妖媚，让它从神兽的神坛上跌落，成为了祸水红颜。到了元朝，武王伐纣书将妲己描写为九尾狐的化身，迷惑纣王，祸乱朝纲，成为商朝灭亡的背锅侠。在明朝的《封神演义》里，九尾狐的黑化形象可说是达到了巅峰。妲己这位商朝灭亡的戴罪羔羊，被塑造成九尾狐的化身，用他自己的美色迷惑纣王，祸乱朝纲。这可真是让人唏嘘的剧情转折。九尾狐从一个祥瑞之兆变成了一个魅惑帝王、祸乱天下的妖女。在神话世界里，九尾狐的第一次现世还要追溯到大禹的时代。根据《吴越春秋》的记载，大禹在30岁时尚未娶妻，直到某天经过涂山，看到一只白色的九尾狐，心想白色和我衣服的颜色相同，9条尾巴是王者的象征，这必是天赐的先兆。于是他娶了涂山氏女子女娇为妻。据说女娇就是九尾狐的化身。这一次，九尾狐成为了祝福治水的贤妻，每天为大禹送饭，陪伴他度过艰难岁月。这样的九尾狐，怎么看都是一位贤淑温婉的好妻子吗？然而，事情并不总是如此顺利。根据《淮南子》的记载，大禹为了打通轩辕山，化作一头力大无比的黑熊。他怕吓到身怀6甲的妻子，便与妻子约定，
当听到他敲鼓时再过来送饭。不巧的是，大禹不小心碰落的石头刚好击中了鼓，女娇便闻声赶来，没想到丈夫居然变成了一头面目狰狞的黑熊，吓得她拔腿就跑，一直跑到松高山下，最终化作了一块石头。随后追来的大禹看到妻子变成了石头，悲痛万分，便喊道：“把儿子还给我！”这时石头突然裂开，从中生出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大禹的儿子启。这样的九尾狐既美丽又充满了无奈，让人不禁为他的命运感到唏嘘。九尾狐第二次现世的故事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就是商纣王在女娲宫做糟糕的事，亵渎了女娲娘娘，娘娘大怒，于是派九尾狐附身于妲己，迷惑纣王，祸乱朝纲。女娲对九尾狐说：“脱身宫院，祸乱军心，事成之后，使你等亦为正果。”后来九尾狐确实顺利完成了女娲娘娘的任务，但同时也做了很多残忍的事情，陷害很多忠良。事成之后，女娲对九尾狐说：“我让你祸乱军心，祸乱朝纲，并未让你残害生灵。”因此九尾狐不但未能成仙，最终还死于姜子牙之手。然而据说九尾狐虽被斩首，但其元神得以逃脱，并且藏匿了数百年之久。时光流转，大约到了战国时期，当时的印度16强国之一摩揭陀国出现了一位名叫旃陀罗笈多的英雄。他出身卑微，但凭助勇气和智慧，成功起兵推翻了残暴的南陀王朝，建立了强盛的孔雀王朝。他是虔诚的耆那教信徒，耆那教的教义与佛教相似，且诞生得更早。传说他死后化作3颗舍利子，谁能得到这3颗舍利子，便能拥有无边的法力。就在此时，消失了700多年的九尾狐再次现世，出现在摩揭陀国的华氏城。这次他为了这3颗舍利子而来，与以往相同，他化身为绝世美女，迅速吸引了旃陀罗笈多之子宾头沙罗的目光，被选入皇宫，成为王妃，赐名华阳天。九尾狐再一次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也再一次陷入祸国殃民的境地。他极尽奢靡与暴虐，最终被宾头沙罗之子后来的阿育王识破并驱逐出宫。九尾狐未能取得舍利子，只能无奈离开摩揭陀国，隐姓埋名，销声匿迹。随着时间的推移，九尾狐的故事传遍了各地，甚至来到了日本。唐代时期，中土与日本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日本经常派遣大使前来朝拜大唐皇帝。有一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带领一众人准备从扬州出发返回日本，同行的还有非常有名的鉴真和尚和在大唐做官超过30年的阿倍仲麻吕。九尾狐看准了这次机会，再次施展计谋，迷惑了吉备真备，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船只。船队途中遇到了风暴，历经1个多月的艰难航程，终于抵达了日本的萨摩。后来据说，日本一名叫做坂部航纲的武士，由于常年无子，便与夫人前往寺庙祈求子嗣。九尾狐趁机在他们回去的路上化身为一名女婴。坂部行纲夫妇见到孩子非常激动，立刻将这名女婴带回家收养，并取名为早早女。早女长大后容貌极为出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很快便被鸟羽天皇选入皇宫，成为妃子，赐名玉藻前。因为她的绝世容颜，玉藻前迅速成为最得宠的妃子。然而不久之后，鸟羽天皇患重病，长期卧床不起，皇宫的御医无法查明原因，只好请来阴阳师安倍太亲进行调查。安倍太亲判明是玉藻前在作怪，发现他其实是来自中国的九尾妖狐。面对阴阳师的法术，玉藻前终于暴露了本体，原来他日夜吸取天皇精元，企图有朝一日取而代之。不料东窗事发，他只能匆匆从皇宫逃离。玉藻前离开皇宫后不久，那须野一带便陆续传来了妇女和孩童被害的消息，令人闻之色变。安倍太诚认为这是九尾狐的恶行，于是鸟羽天皇在那须野领主的请求下，集结了8万大军，命阴阳师安倍太诚担任军师，讨伐九尾狐。在鸟山实验的图画《百鬼夜行》中曾记载了这场激战，双方在那须野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九尾狐以他恐怖的妖术力量对8万大军进行攻击，损失惨重。战斗持续了数日，双方死伤无数。最终，所有降魔者以自身性命为祭，耗尽毕生修为，并动用鉴真大师的法剑，才终于消灭了玉藻前。然而，九尾狐死后，其尸体化为了一块毒石，这块石头散发着致命的毒气，
能杀死靠近的动物和昆虫，因此村民们将其称为杀生石。据说杀生石中封印了九尾狐的妖力和灵魂，周围的村民对此极为恐惧，多次请来高僧为其镇魂，但无一不被毒气所害。如今，杀生石依然伫立在日本那虚镇的山上，无论是昆虫还是飞鸟，只要靠近这块石头，都难逃一死。这样的结局不禁让人联想到他在上古的第一次现世，也是化作了石头的女娇，只是这一次，九尾狐心中充满了怨念。从温婉的贤妻到被妖魔化的祸水红颜，九尾狐的命运总是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徘徊，充满了复杂与矛盾。她可以是温婉动人的女娇，也可以是荒淫残暴的妲己，还可以是邪魅神秘的玉藻前。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个角色如何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也让我们思考，在人们的想象中，一个生物的形象能如何变化与重塑。也许正是这些矛盾与多样性，使九尾狐的传说历久不衰，充满了无限的魅力与深远的韵味。最后，我们稍微提一下阴阳师安倍泰成。或许大家对他不太熟悉，但说到他的先祖，那就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气不输九尾狐，那就是大阴阳师安倍晴明。如果想听更多关于安倍晴明的故事，麻烦按赞、分享，并且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哦。我们下回再见。